这路也太烂了，咱们到底要去哪儿？听说叫清河农耕场，在北岭县最北边，挨着山的。农耕场？那不是种地的地方吗？咱们纺织工去那儿能干什么？不知道，你看那个叶清河烧成这样了，也没人理。我还活着，这不是末世。空气里有草木和粮食的味道，这到底是哪里？都静一静，大家从北岭纺织厂过来，厂子停产，上面安排你们暂时到咱农垦场。我是厂工会的孙德全，有事找我。孙干部，我们住哪儿？这就是我要说的事儿。厂里宿舍紧张，目前只能给大家安排3天。3天以后怎么办？大家听我说完。厂里有个政策，本厂有一批未婚男职工，愿意组建家庭的，户口、住宿、正式工作岗位，厂里一并解决。没有着落的，统一分配去北边林区加工点。这是让咱们嫁人？不嫁也行，去山里的林区加工点。那我不去。只有3天时间，只要组建家庭就能解决户口、住宿和岗位，条件很清楚。现在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。3天时间，只要组建家庭就能解决户口、住宿和岗位，条件很清楚。现在只能先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明天上午联谊，男职工那边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大家今晚先休息。明天那联谊得好好看人，在厂里做统计、做会计的，起码有点文化，以后有前途。总比那些种地的强。看人不能只看外表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早点睡，明天有精神才看得清楚人。别紧张，大家认识认识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你看那个戴眼镜的，是物资站统计员。我刚问孙干部了，工资稳定，不用下地。他左臂有新伤，虎口和手背全是旧茧，那是长期握枪械留下的。站姿笔挺，呼吸沉稳，这是个当过兵的人。鞋尖的磨损角度是长期在山路上行走留下的。这人体力好，警惕性高，经历过真正的危险。霍陈川，来，陈川，让姑娘们认识认识。经历过真正的危险。霍陈川，来，陈川，让姑娘们认识认识。孙叔，我退出。陈川啊，厂里这回是真心帮你，你可别死撑着。我妈腰不好，弟弟妹妹还在念书，我爸留的债还没还完，谁跟我回去谁受罪，我不能坑人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意思说清楚了。你是物资站的？统计员，你们是县纺织厂来的？对，我以前做过出纳，会打算盘，也会记账。那挺好，物资站正缺这样的人。看我就自己了。你叫霍陈川？你找我有事？你刚才说的那些条件我都听见了。那你还过来干什么？过来问你，你说的是实话，还是在撑面子往外推人？这女人说话竟然这么直接，完全不按套路出牌。是实话，2间旧房，2缸快见底，还有1屁股债。那就没什么好遮的了。我叫叶清河，我想和你搭伙过日子。快见底，还有1屁股债。那就没什么好遮的了。我叫叶清河，我想和你搭伙过日子。你没听清楚我说的话？听清楚了。你身体好，做事稳，不爱说废话，我觉得合适。你知道农垦场有多苦吗？比我待过的地方差不了太多。会种地，也会干活，我不用你养。你愿意跟我搭伙过日子吗？你跟我回家以后，没有好日子过，别后悔。我从来后悔提前说清楚了的事。陈川啊，这姑娘主动来找你，你可得好好珍惜。你叫叶清河？对。行。那姑娘脑子没问题吧？那人家里穷成那样，她还主动凑过去。个人有个人的眼光吧。户口迁转手续我来跑，住宿安排好，以后通知你们。陈川，你家里那边，你妈那关，你自己打算怎么说？我带人回去，她看着就清楚了。这姑娘看着斯斯文文的，
你妈性子你是知道的。这姑娘看着斯斯文文的，你妈性子你是知道的。我知道。孙干部，我有个问题。你说。农垦场上附近有没有荒地？有是有，那种地没人要，不好种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先了解着。这女人刚定下大火，不想着怎么过清苦日子，倒惦记起荒地来了。陈川，好好过日子啊。去红山村要走一段路，你行李多不多？就这些。走吧。陈川，这是新媳妇儿。看着挺瘦的，能干活不？霍家那条件，这姑娘真敢嫁。他们说什么你都听见了？听见了。介意吗？不介意。日子是自己过的，不是说给他们听的。日子是自己过的，不是说给他们听的。这是哪儿来的？叶清河，纺织厂来的，以后在咱家。你脑子坏了？咱家粮纲快见底了，你知道不？多一张嘴，你拿什么养？妈，厂里政策、户口和岗位都解决了。岗位？他能干什么？看着细皮嫩肉的。大娘，我帮你把柴劈完吧。就这些，你别嫌弃。不嫌弃，有玉米面，有白菜，能做饭。你是谁？你哥带回来的，以后叫嫂子。真的假的？嫂子好。你们好。还不去帮嫂子烧火？嫂子，你以前是哪儿的人？北岭县的，在纺织厂做工。那你会种地吗？会一些。咱家地不多，我妈腰不好，干重活吃力。你来了，我妈能轻快一点。会一些。咱家地不多，我妈腰不好，干重活吃力。你来了，我妈能轻快一点。放心，我不是来享福的。我去挑水。井在哪儿？院子西边就一口井，全村人用的。早起去早，不然要排队。知道了。好吃。吃吧。嫂子，你以前在纺织厂，怎么就来农耕场了？厂子停产了，大家都没地方去，厂里安置的。那嫂子你是第一次来农耕场这边？对。那你咋一眼就看中我哥了？我哥家里穷，人又不爱说话。吃饭。这株草还有生命力，但很弱。试试。还在。试试。还在。异能变弱了很多，以前在末世里能催熟一片田，现在只能让一棵草缓过来，但这样更安全。只要藏住，这就是我最大的底牌。嫂子，你起这么早？我跟你去。就是去山坡挖野菜，没什么好挖的，周围都被人翻过了。没关系，先去看看。嫂子，你昨晚是不是去院角蹲着了？我半夜起来喝水，好像看见了。睡不着，出来透口气。你是不是不习惯？我哥屋子小，而且他打呼噜。没事儿，睡着了就不在乎了。
你看，都被人挖光了。我就说没什么好挖的。再往里走走，里面也一样，来晚了都被人……那边，那边有什么？再往里走走，里面也一样，来晚了都被人……那边，那边有什么？只有一堆乱石啊！走，去看看。这里这么多，挖的时候留着根，只取叶子和上面部分，过几天还会长。嫂子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有？背阴潮湿的地方长得旺，你以前走的都是大路，绕进来就不一样了。黄芪，这是药材。对，能卖钱，也能调养身体。你妈腰不好，黄芪对她有用。说啥呀？哎呦，这哪儿弄来的？山上不是都挖光了吗？我嫂子找到的，石坡后边，我们留了根没全挖。新媳妇儿会找东西啊！那石坡后头，你咋想到去那儿的？走远了，多看看，就找到了。呀，那石坡后头，你咋想到去那儿的？走远了，多看看，就找到了。这里的土地比末世里多太多了，足够我种出想要的一切。这是药材，黄芪，种活了，明年能用，也能卖。哼，这院子土不肥，能不能长起来还不好说。先试试，种下去不亏，种不活也没损失什么。嫂子，我妈那嘴硬，其实心里不坏的。我知道。大娘，家里有没有剩的菜种？春天留下来的，剩的不多，而且很多种子不饱满，我看着就不像能发芽的。有些还能用。你会种菜，纺织厂出来的能会这个？我家以前有菜地，跟老人学过，种出来是菜，种不出来也就费点力气。不亏。院子东边有块空地，石头多不好弄，你要用就自己整。好，谢谢大娘。用不着谢我。嫂子，我来帮你了，那就帮我把这边的石头搬过去，按大小码，大的放底下，小的放上面。这是干什么用的？以后修墙用，石头别扔，有用。嫂子，你是不是比想象中厉害很多？就是个会干活的人。反正我觉得我哥上次做对了一件事。搬土，别偷懒。3天后，我想请几个亲戚邻居来吃个饭，把名分正式定下来。好。就怕家里拿不出像样的东西，你别嫌我们。大娘，吃饭不是摆阔，是家里的态度，我不嫌。妈，我工资下个月发，这个月先把债的利息还了，剩下的能买油盐酱油，菜我们自己种，面也能凑出来。3天，时间紧，我进山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。你一个人？你陪我去。这片山我们从小走，哪里有什么早摸清楚了。上次还是嫂子带我找到石坡后边那块，那以前我们路过不知道多少回，都没注意。今天往深处走。深处有野猪出没，跟紧了。知道。小满、燕青，你们在这外围找野菜，我和你哥往里走走。好嘞，嫂子你们小心点儿。你往那边做什么？这里有东西。野山参。你确定？根须完整，纹路这样，年份不低。挖的时候慢，不能伤根。这要是真的，能值不少钱。先把它起出来再说。陈川，往左边。
别动！我来引开他。你别动！你准备好？怎么回事？这藤蔓怎么会自己动？那藤是？我脚踢了一下，运气好。走，叫燕青他们过来。我哥猎了野猪，这头不小啊，400-500斤，最少500斤。听说是新媳妇儿也进山了。对，嫂子一点没怕，还帮了忙。这头猪能解燃眉之急，但那猪身不能急着卖。桂兰，你这儿媳妇不错啊，进山不怯，还懂挖药材，还行吧，能干活。你就别嘴硬了，这新媳妇你们霍家捡着了。兔腿红烧，骨架配蘑菇炖汤，剩下的肉切丁炒辣椒，再配鸡蛋、腌菜和白菜。3天后那顿席面够用了。你提前就想好了？要准备的东西还需要去买，明天进县城。我陪你去。你还要买什么？过去看看。在找什么？你们也来买东西？你怎么了？周家说我进门要有件新衣服，可他妹妹那件旧衬衫让我穿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红布只买得起这一块，也不知道做出来好不好看。红是好颜色，做出来喜气就行。大娘的腰不好，厚一点的棉布暖和。你都记得他们的尺寸？进门第1天就记了。我自己来。买给自家人，我来。你没有什么自己想买的吗？买了，那件红外套。就这一件？够了。我想要的是以后不用再数着玉米面过日子，比一件衣服值钱多了。他要的是安稳红火的日子，这份实在比什么都难得。这是给我的。大娘腰不好，冬天厚实一点暖和。我妈刚才眼眶红了，她不让人看见的。我知道。哥，这是你做的？屋里没地方放衣服，木箱放起来方便。大哥这2天晚上一直去木匠老叔那儿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个。多嘴。打磨的这么光滑，连一点毛刺都没有，他是花了心思的。陈川，谢谢。木箱是应该做的，屋里确实没地方放东西。不只是木箱，从农垦场到这里，你没问过我能不能吃苦，没让我证明什么，只是把我带回来了。你那天说的话，我信了。我也信了你说的那些。睡吧，明天还有事。你刻的？削着玩的。哎，我家新媳妇儿，听说明天摆席要帮忙吗？有空的话来帮忙，谢谢大姐。周家那边也定了明天，你们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周家婆婆说，2家同一天，谁家办得好，谁就有面子。柳那姑娘眼光高，总觉得嫁了周怀里就比谁强。我看啊，明天有的比了。大姐们先忙，我回去准备了。周家这是要故意压我们一头，我不能让他们看笑话。大娘，周家也定在明天摆席。周家这是故意的。大娘，不用管他们，咱们只管办好自己的。他们要是比咱们排场大，村里人笑话。谁家菜香，客人往谁家去。野猪肉够用，我来安排菜式，您负责烧火，小满负责洗菜，燕青负责跑腿买东西，一人一样不乱。兔腿换成猪腿，红烧要炖到脱骨，
骨架和蘑菇炖汤，加把干木耳鲜，剩下的肉切丁，辣椒炒肉末，下饭。就猪肉3道菜，还有什么？腌菜炒鸡蛋，炝拌野见菜，玉米面大饼子，白菜汤，一共7道，够摆一桌实在的席面了。你这脑子啊，是真的转得快。都是实在东西，不花虚头。嫂子好看。他今早特意绑上去的。上来吧，村里路不好走。来了来了，霍家接新媳妇儿了，快来看！一辆破3轮车也能当大事办，霍家就这点出息。凭什么他叶清河能这么风光，我却只能穿别人的旧衣服？来，这肉香气是猪肉，野猪肉，我哥打的，进来坐。这肉炖得烂，入味儿，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。这汤也鲜，什么蘑菇？野山蘑，山上找的，配骨架一起炖的。去霍家那边吃一口吧，那边香。周家这桌我先动一下，然后这叫什么事儿？今天这脸算是丢尽了，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抬得起头？今天来的人比我想的多，是村里人给面子。清河，今天辛苦你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先养着，不急卖。你觉得值多少？年份不低，品相好，县城中药铺给不了高价，但这个价对咱们家也够了。家里的债，如果这株参卖得好，能还掉一半。不急，养足了才值钱。我还有一件事想和你说。说。我想承包荒地。荒地？附近那几块地石头多，水也不好，大家宁愿空着也没人要。你要来干什么？种东西。那地不是拿不来就能种的，土差又缺水，白费力气。靠挖野菜只能救急，要过稳当日子，必须有自己的地。你要怎么做？先把参养好，卖了钱，承包荒地，修仓库，一步一步来。我支持。行，你们拿主意，我不拦，但有一条，别把家底折腾空了。放心，大娘，我不打没准的仗。嫂子，真的有人买吗？先看看。几块碎布配，还想在这儿卖钱？城里的姑娘谁看得上这个？你帮我把头发重新梳一下。来看一看，纯手工发绳头花这颜色好看，哪儿买的？这里做的，还有别的颜色，你挑挑看。你这卖的不错，还行。我也想摆摊，可以教我吗？做东西靠手不靠眼，你要做自己试，不要图省事照着我的样子抄，做出来不一样的。知道了。珊珊的事先别提价，让他先看。你来说。掌柜的，收药材吗？这品相，根须完整，身体饱满，这纹路年份不低呀。您看，大概几年？
70-80年，你们哪来的这株参？山里挖的，挖的时候根没伤，您看得出来。这株参若送到省城，价钱更高，但省城路远，转手要时间，资金也压着。我这里3000元。方老板，您是行家，这株参品相您刚才也看了，70-80年的年份，3000元低了。你想要多少？5000，您先付2000现金，余下3000走凭证，等参通过商队送到省城，补齐尾款。行，就这么定。这姑娘不是普通人啊。方老板，您这药铺缺不缺稳定的药材来源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在红山村打算种药材，黄芪、党参、柴胡，品相能保证，量稳定，长期合作。你种出来，我先看品相，再谈价钱。成交。你早就想好了？卖参是一次的事，种药材是长远的事，得2件一起做。第一摞还霍家的债，先把利息和一部分本金还清，压力小一点。第3摞留着周转，不动。你没有想过给自己留一些？留了那件红外外套，还有你做的木箱，这些就是我的。那块荒地你说哪边？村东那40亩？对，就那块。那地没人要，石头多，土质差，水源也不稳。你真打算种？打算。承包费1年200块，3年预付。成。你知道邱万成吧？镇上粮油店老板。你要承包那块地的事儿，别让他先知道。为什么？那人不好打交道。你手里有钱，他消息灵通，你快点把手续办了。这地确实难种，缺肥、板结、水源差，但地基在，能改。怎么改？清石头、翻土、堆肥、开沟蓄水，一件一件来，急不得。土里还有生机，只是被压着了。我体内的木系异能现在只恢复了1丝，帮根系扎稳没问题，剩下的就要靠真正的农活去改变它了。陈川，明天开始帮我一起清石头。好。嫂子，这地石头怎么这么多？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种出东西来。码过去，大的放底下。好，好，好，码。哎，陈川，这块地你们租来了？租来的。这地太差了，你们租了白费钱。就是去年李家租过那边一块，种了2季，啥也没收成，最后荒在那儿了。那边和这边土不一样。你看出来了？这边靠山脚，腐殖土压着石头，翻开石头，土比外面的肥，需要堆肥再加把劲儿，能种。这地是你们家租的？对，我认识村长，这块地当时说好是给我留的，你们这边是不是搞了个误会？合同昨天就签了，没有误会。你是新媳妇儿，这块地可不好种，你们花钱租来，折腾几个月收不着东西，钱打水漂了。谢谢您好意提醒。我好说话，这块地我能高价收回去，你们不用白费力气，钱还能多赚一点。不卖。姑娘，你不了解这边，这土种什么都活不长。邱老板，合同已经签了，地已经是我们的，您有别的事吗？哼。邱万成那个人不好惹，镇上粮油店全靠他，谁家要买种子粮食都得经他的店，他说断就断的。他想要这块地干什么用？听说他和物资站那边有勾连，拢着粮食买卖，地多了能囤粮，多赚差价。大娘，咱们家的事别往外说，种子买回来不要让人知道买了多少。你是怕他搞鬼？先防着。我和岳队长说一声，让联防队这边留意一下。好。这耐旱的粟米、高粱、豆类、荞麦你都有？有。你要多少？各类种子分开买，付现金，不让他知道总量。我去那边那摊位，你在这儿。
姑娘，你买这些耐旱的，是打算种荒地？试试看。有心思，有胆子。这院子能不能租下来？应该能，这是老刘家的，老刘去年走了，后人在县城，空着没人管。我想把这里改成仓库，以后粮食、农具、药材都能存放。墙修一修，加把锁，能用。陈川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里以后能是什么样？你说是什么样，就是什么样。嫂子，这种子都是外地买来的，能在咱们这儿活吗？耐旱的品种，北边种得了，只要土翻好、肥够，能活。这堆肥的法子是哪儿学来的？这跟老人学的，枯叶、稻草、草木灰混进土里，土就肥了。说的轻巧，这块地我看悬，种出来再说。来，你那儿摊上的发带，上次我照着做了几条，卖出去1条，其他的没人要。颜色怎么搭的？就照着你的颜色做的。你脸圆显白，适合冷色调蓝绿浅灰，你非要做红的黄的，跟你长相不搭，顾客一看就觉得怪。你是说做给谁看？要配谁？做发带不是卖东西给自己，是卖给会买的人。你要搞清楚来集市的都是哪类人，年纪多大，偏好什么颜色，才能做对东西。我以前只想着比你卖的多，那就是做错了方向。嫂子，这架子放什么用？以后存粮的时候，每袋粮按照品种、日期、来源分隔放，挂上木牌，一目了然。嫂子，你是不是想开粮仓？先从咱们家开始，管好自己的，再说以后的事。那我来记账，什么东西进来，什么东西出去，我来登记。行，你负责这个，记得清楚，别漏，账目不能差。放心。沟要沿着地边走，不要跟着车顺着地势弯，这样下雨的时候水不会直冲中间。往哪边排水？那边地势低，开沟引过去，以后还能做蓄水池用。我来挖，你去盯那边。一起来快，不用让我。叶清河，你为什么这么清楚该做什么？以前见过什么都没有的日子，所以知道什么是真正要紧的。种子已经开始扎根了，但这片土还是太板结，需要再帮一把。嫂子，你在看什么？看看土干不干，今天再浇一遍水。还行，还有点湿。嫂子，你说真的能长出来吗？等着看。嫂子，你来看！出来了，真的长出来了，荒地里真的能种东西。这还真长出来了。这地以前都没人种活过，叶清河这新媳妇儿是真有两下子。那当然，我嫂子刚冒头，还要精心管，别高兴太早。半梦半醒间感知到草木被踩踏的震动，果然有人来搞破坏。你别动，燕青。什么人？谁让你来的？就在你出生前，我就随便走路走到这儿。再说一遍。是人托我来的，说只要踩坏这块地的苗，给我钱。这绳是自己带来的，还是有人给的？有人事先给我的。镇上来的。镇上哪里的人让你来的？不知道，只是有人托话过来，钱也是托人带来的，我不认识那人。鞋印和脚印对得上，明天让村长和联防队来，你把托话的事说清楚，什么时候收到的钱，在哪儿收的，一样一样说。我说了，是不是就算了？说清楚，是村里处理还是送派出所，你自己选。采苗的人说是镇上粮油店那边拖来的。他说不认识具体是谁，但收钱的地点就在镇上粮油店附近的小巷子。
时间是昨天下午。好，邱万成前天来这块地要买回这地，我们没答应。第二天晚上就有人来毁苗，时间太近，不是巧合。你这边打算怎么办？苗补种，地继续种。对付人，我请你们来，请联防队留意镇上的动静。我们不主动去惹，但有人来坏事，我不会忍着。行，这是我们登记，联防队这边留意。嫂子，这圈荆棘是干什么用的？当夜里的警报器，有人踩进来，荆棘会动，我能感觉到。你能感觉到？睡觉轻，有风吹有动静，我就醒。燕青哥，你就别问这么多了，嫂子厉害就完了。名在改变。邱万成把周边种子来源堵了。他能控制这么多家？他在这片做了多少年生意，关系网摆在那里，不从他那边买，就从外地买。那我去县城问问。我已经想好了，去找方守信，他和外地商队有联系，请他帮着贷款购一批他拿着杏种子和塑料布，上餐队会给他供。那你去和方守信谈，我去县城打听外地油商。你真的什么都支持？你做的决定有数，我信你。这个我能帮你，但你要给我一个准信。药材合作这条线，你打算怎么走？我这边先种，等第一批药材出来，您拿货验了品相，再定长期价格。你有把握种出好品相？有。行，种子和塑料布的事我来帮你走商队，货款你先不用付，等药材出来了折进来。成交。叶清河，我在这行几十年，你是第一个和我这么谈事的姑娘。方老板，我就是个实在人，说一样是一样。桂兰，你这媳妇儿脑子是真活，这塑料布敷上去保不保湿？他说有用就有用吧。听说邱万成让人毁了苗，你们家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苗补回来了，人也抓住了。邱万成以为堵了种子来源就能让我们没戏，他不知道我这媳妇儿有本事。大娘，那边2排压好了吗？快了，催什么催？这块地折腾来折腾去，还不是白费劲儿。霍晨川娶了个能折腾的媳妇儿，早晚得被拖累。根扎稳了，用不了多久就能看见结果。要浇水了，而且要快。够去发1遍，但不够浇2遍。要赶在苗彻底蔫之前浇完，同时用稻草再覆一层，减少蒸发。燕青，去叫帮工。好。再称一称。燕青，你盯着沟口，水流来了先堵住这头，让水先往第1排走，浇透了再放第2排，不能一起开，水不够。明白。我们那边的苗已经开始枯了，你们这边还能撑着，就是因为这塑料布。塑料布能保水，加上稻草隔热，能少蒸发3成以上的水分。这法子我能学吗？当然能，回头我给你说。沿地边挖蓄水池，顺着地势在低处存水，千万不能挖在正中间，那样排水会堵住。那蓄水池怎么挖？你这些是跟谁学的？老人教过，又自己摸索了些。秋哥，这叶清河还真把这片荒地种活了。嫩鲜，没有老筋。厂里食堂这阵子新鲜蔬菜紧缺，你们能稳定供吗？能，每周按量送，价格你定，我们配合。我给个价，5毛1斤，你们能接受？行，就这个价。不砍砍？合理的价，不砍。我要的是长期合作，不是这一次多赚几块钱。你媳妇儿不一般。我知道。食堂要的第1批，以后每周送1次。就这点儿也没多少。这是第1批，是开头，以后量上来了，钱也多。妈，你眼睛红了。没有，谁说的？嫂子，这穗子比我们以前种的那块好地还密，
肥跟上了，水跟上了，就能长。别说话，哥。这地我路过不知道多少次，都觉得废了。叶清河，你真把它种活了。是大家帮忙一起弄的，我一个人干不来。粟米420斤，高粱380斤，黄豆160斤，荞麦110斤。嫂子，加起来超过1000斤了。这是咱们自己种出来的。是啊，妈。去看看粮缸，别空着。大娘，粮缸满了。我想买一袋玉米面，有吗？有，多少？5斤。行，走去仓库拿。谢谢。不用。叶清河，你从来没想过踩我一脚？你不是我要踩的人，你只是一个还没想通的人。想通了，自然就不一样了。还没睡？看一看剩下的债，这次秋收的钱能再还一大半。快还完了。明年种得好，能全部清。叶清河，谢谢你。是一家人的事，谢什么？口粮是一家人过冬的，一粒不动；种粮留着来年播种，一粒不动。只有余粮可以卖出去，或者换需要的东西。余粮：粟米150斤，高粱120斤，黄豆60斤。这些卖给食堂，够给联防队用一段时间了。对，食堂的合同先保住，这是稳定收入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仓库以前是废院，没想到今年就用上了。大娘，明年这里还要扩一间。药材晾晒间也要建起来。这一件件的，你脑子里装着多少事儿？装多少就做多少，一件一件来，不急。哟，叶清河，卖粮来了。这粮我出的价比食堂高，卖给我。我和食堂有合同，合同才几个钱，我给你多出2成，怎么样？邱老板，这粮是跟我们食堂订好的，您别来抢我们的货。老梁，这跟你没关系，我是和这位叶同志说话。邱老板，多少价我不卖。我和食堂的合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信用的问题。信用坏了，比那点差价贵多了。叶同志，这里不是城里，长点心思，对你好。谢您提醒，我有数。白天去食堂送粮的时候，遇见邱万成了，他想出高价把粮劫走。他威胁你了？算不上威胁，只是试探。他知道粮食被我送进食堂，他吃不到这块，急了。我明天去和岳队长说一声，让联防队留意一下他的动向。陈川，这事不只是邱万成一个人，他背后有人。村长赵有根也提过，物资站那边有勾连，这条线比我们想的复杂。你已经想这么远了？仓库要建稳，合同要守住，账目要清楚，这是防身的东西。等他们真来，我们有东西对上去。好，你来想方向，我来守。才安静了3天，就又找上门了，又来了。我去找人。先别急着找，先把证据留住。嫂子，这脚印跟上次那个人的不一样。对，不是同一个人，换人了。和上次的麻绳一样，都是粮油店那种规格的打包社。够了，今天下午请岳崇山和村长都来。这是今早留下的脚印，和上次采苗那人面的不同，换了人。这根麻绳和上次那根打结的手法一样，绳骨规格一样，是同一批货。上次的人说是镇上粮油店那边拖来的，这次也一样，只是换了执行的人。哟，村长、岳队长都在，热闹啊！我正好来看看，听说叶同志的地里出了点什么事儿。邱老板来的正好，证据我全摆着，你帮我看看，是不是你们店里的打包绳？叶同志，这绳子镇上每家店都有，不能说是我的。那我换个问法，2次都是你先来劝我把地卖给你，然后当晚就有人来坏地。邱老板，这个巧合您怎么解释？走，不打扰你们了。邱老板，这些证据
我已经让霍晨川抄了一份，放到联防队那里存档了。叶清河，邱万成这人不只是粮油生意，他和物资站那边有挂钩，你得小心。我们也在查，但他藏得深，没有直接的东西，动不了他。那我继续种地，等他自己露出破绽来。你这姑娘胆子不小。不是胆子，是没有退路。这颜色搭得好，我要2条。谢谢。好多了。听你说的，按来买的人的喜好做，不按自己的喜好做。摊位隔这么近，其实不是坏事，有人比有人衬，2个摊位各有各的风格，顾客反而多来。你在帮我？我在帮集市上多卖出去几条发带。今天你来主卖，我有事去趟药铺，妈帮你看着，有不确定的价格，不超过这个数就可以谈。嫂子，万一卖不好怎么办？你做的东西自己最了解，你介绍起来比我还说得清楚，不要觉得你是在帮我，这也是你自己的生意。好。大姐，来看看发带吗？根须完整，没有浮点，药香纯正。你这药田管理的细。方老板，您给定一个价，我按计长期工，您收多少我种多少。黄芪1斤5块5，党参1斤8块，柴胡等明年收了再定价，这个价外面买不到这品质的。成，明年第一批货开春后6月前送到。叶清河，你一个20多岁的姑娘，把这些事儿都想得这么清楚，不简单。方老板，在我看来，种地和做生意是一个道理，你投什么进去，你收什么出来，不骗人，不心急，该有的都会有。嫂子，我卖出去37件，第一次独立卖，不错。我以前以为自己只会跟着你，今天发现我自己也能行。你本来就行，你只是以前没试过。就你嘴甜，哄得他找不到北。大娘，下次集让小满自己来摆。让他来就让他来。嫂子，这晾晒完了能卖给方老板？对，晾晒后水分去掉，重量更稳定。方老板那边收的时候按干重算，不吃亏。嫂子，这批豆子是不是也该出库了？对，留100斤做种粮，剩下的你去联防队问问，他们有没有需要，直接按市价换成钱，省得囤太久生虫。这黄芪比我以前见过的都壮，你是真的懂种的。认真种就有认真种的样子。叶清河，这药包是你配的方子啊？对，外敷的，联防队那边要的，你们按照模板做就好，用料我已经分好了。这药包做多了，方老板那边也能收。方老板那边收精品的，药材晒好后制成包装好的干料，他那边有需求。这边做的是联防队要的简易包，量大，价格低一些，但稳定。感觉不一样了。以前我们家里妇人只能种地做饭，现在在这里干活还能拿工钱，这才刚开始，以后只会越来越多。叶清河，你的作坊还缺不缺人记账？你会记账？我以前做过出纳，账目我不怕。先试一试，把这个月的出货量和回款按品种列出来，我看看你的账记得怎么样。好，但有一条，我这里的事不跟外人说，不跟邱万成那边的人有来往。我知道轻重。怀里，你在物资站，邱万成那边有没有找过你？他有时候来站里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跟他走得近不？他就是普通的粮油商，没什么。怀里，我告诉你，叶清河那边是正经人，邱万成那边我不知道干什么，但不是正经路，你自己心里要清楚。粮食区扩到30亩，药田扩到8亩，剩下2亩种蔬菜，供应食堂。燕青，你来记每块区域播种的时间和品种。好，已经准备好了。我来播。这个用，比手播均匀，描出来整齐。哪儿来的？方守信帮忙从外地商队带来的，试试看。
叶清河，我今天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我想和你说句实话。说，我知道你种的好，也知道我之前弄了一些不该弄的事儿，但这边的生意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儿，我背后有人。你和食堂那条线压住了我这边的货，那些人不高兴。邱老板，你是在警告我，还是在劝我退？两个意思都有。那我也实话说，我这块地合同在联防队备案了，账目在村委会存档了，每一笔粮食去向都有记录，谁要来坏，证据都在。我不怕你背后有人，我只怕做了见不得光的事。都记好，备用。白天邱万成来找我了，他说他背后有人。他说背后有人，你觉得是谁？物资站内部，而且职位不低。上次纵火、断种子、采苗，这些他一个粮油店老板控制不了这么多。后勤那边我知道有个副主任杜成业，做事低调，但管仓储、采购、车辆调度权限很大。岳队长提过，他有些账目有问题。先记着，等时机。你不怕？怕，但我更清楚，退了就没了。方老板让我带来的，说有事儿跟你说。小满，把账本拿来，我要算今年的药材产能。是不是有大生意啦？先算账，算清楚了再说生意。现在药田8亩，按照去年产量，今年黄芪能出400斤干货，党参大概260斤。方守信帮转的省城订单要500斤黄芪，350斤打参，我们差了。差100斤黄芪，差90斤打参。今年扩到15亩药田，还能把相差的量追回来，但需要更多人手除草管理。村里有几户人家愿意来做帮工的，婶子们以前就有来这边的，可以扩招。招，按工时结算，账目你来记，不能出差错。我来负责出货登记，每批药材出货时间、重量、去向都记清楚。好，这件事儿就这样定了，明天开始扩地。叶清河，省城那边真的要这么多药材？方守信帮转的真实的订单。你这几亩地，让咱们村多少富人有了活干，多少家里多了进项，这比以前任何一都强。大家帮我干活，我给大家发钱，互相的事儿，没有谁欠谁。你这话实在，我喜欢。叶清河，你这边蔬菜一直稳定，厂里几个领导都说好，现在多了一个问题，厂里食堂要扩大供粮量，原来的供应商给不了这么多，你这边有没有能力扩一部分粮食供应？蔬菜和粮食可以分开谈，蔬菜稳定，粮食我这边今年种了30亩，但要预留种粮和村民基本口粮，余粮能给食堂多少？我回去算了再来回复你。行，不急，你算好了来找我，我这边先给你留着这个缺口。你能都接住？接不住的我不接，接得住的一件一件来，不乱。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稳的？在最难的时候活下来过，就知道慌是最没用的东西。清河，你是这家的主心骨，我靠你了。真是稀罕，这可是这个泼辣的老太婆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。我们一起靠。这边底层的腐殖土出来了，比表层好，把这边挖出来的土和堆肥拌在一起，这片药田的土底比其他区域还肥。嫂子，你是用眼睛看就能判断土质？用手，土的颜色深浅、捏着的湿度、散开的方式都能看出来。感觉这比那边软。对，你有感觉了，多摸几次就熟了。怎么了？怀里那边，我觉得有点不对。他最近和邱万钱见了几次，我问他，他说是正常工作往来，我不信。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具体的东西？昨天我看他往外带了一张写了东西的纸，我问他，他说是工作文件，但那纸上好像写着时间和地点。你记得上面写的什么吗？好像是第3库和一个时间，初5下午3点。明珠，这事儿你别直接问周怀里，先观察。你能不能帮我一件事？什么事？你往后看他出门的时间和方向，帮我记下来。第3库是物资站的第3号仓库，存的是应急粮和柴油。如果是在那个时间，把粮食或者柴油的信息传出去，那就是在给外面的人通消息，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库里有货，什么时候运粮。陈川，你明天告诉岳崇山，
让他们盯着初五那天第3库的动向，但不要让周怀林知道有人注意他。这事儿我去说，岳队长那边我信得过。嫂子，你说物资站那边那个周怀礼，他是真的被邱万成拉进去了，还是自己主动的？你怎么想起这个？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有工作有媳妇儿，过得不是挺好吗？干嘛要掺和进那些事儿？有的人不是坏，就是太急着想要更多，走捷径走惯了，不知不觉就走偏了。那他以后要怎么办？那要看他自己了。宇文成，跟我走一趟。岳队长，我就是出来倒垃圾。信封里装的是什么？我们去站里说清楚。宇文成被带走了，信封里是第3库最近2批粮食和柴油的调货时间数量，是给外面的人通消息用的。那就是说，他们打算截货，不是第一次了。岳队长那边在审，宇文成嘴很硬，只承认是有人托他放信封，说是普通信，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他知道，但这个时候他不会说，因为他背后还有人。邱万成，还有杜成业。大鱼还没露面。嫂子，你是不是觉得他们要对咱们动手了？不一定是直接对咱们，是对整个农坑场的物资。咱们只是拦了他们的路。那咱们怎么办？守好仓库，守好账目，让粮食有地方存，有地方查。他们要捞不到干净的，只要根在，就能长。人也是一样的。怎么不睡？想了些事。陈川，我想问你，如果这件事越来越大，你怕不怕？有你在，我知道方向，不怕。就算可能会很难，就算很难，我也守在这里。大娘，把玉米面先拿出来熬粥，老人和孩子先吃。小满、燕晴，跟我去搬粮啊！叶清河，谢谢你，我们真的不知道去哪里。先住下，粮食我这边有，吃的先保证。他这是故意收留这么多人，好显得自己大方，收买人心。大姐，所有树都在这上面，谁要查，随时来看。我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账。老人家，您从哪边来的？从林道那边来，那伙人不只是抢粮，他们一直在打听农坑场物资站在哪儿，说是里面有大批的油料和粮食。打听物资站的位置，具体是什么人？说话口音不是本地的，一群人，有刀，还有枪。我们村子里的年轻人拦了一下，被打伤了。我现在去联防队，这事要立刻告诉岳崇山。去，快去。你说，外面那些人是专门来劫物资站的？不知道，但比普通盗贼要有组织。我们要做好准备。咱家的粮，如果出了什么事，能守住吗？我会尽力。嫂子，是怕有人来抢仓库，分散存放。一处出事，不会全部损失。嫂子，我把赛那边的箱子也挪一挪，放到药材那间，2种东西混在一起，外人看不出哪批是哪批。好主意，你来安排。乐队队长说，这几天林道上有陌生人活动，数量不少，像是在踩点。联防队已经加强巡逻，但人手不够，让各村自己组织守夜。那咱们村怎么安排？我来负责组织村里青壮年，每夜分2班守，仓库和村口2处同时守。夫人那边我来说，熟悉仓库结构的人来守内侧，能帮灭火的人背着水桶沙袋。你想的比我还细。因为我在末世里守过很多次这样的夜，知道缺什么。嫂子，真的会有人来烧仓库？不知道，但准备好了，出事的时候才不乱。叶清河，你说要防火，是因为上次那次失火的事吗？对，上次是有人故意纵火，这次的人比上次的更有组织，得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好，那我们多准备几桶水。嫂子，你真的能感觉到有人来？感觉到了就喊，不是每次都准，但总比没有强。必须将感知力延伸出去，注意周围草木的任何细微动静。燕青，去叫你哥，北侧有人。
放开我！你从哪儿来的？谁让你来的？带着这个来，说是随便逛逛，谁信？我只是有人给了我钱，让我过来把这个扔进去，我不知道里面放的什么。这罐子是镇上来的货，你自己拿不到。他说有人花50块钱雇他，雇人的是谁？他说只见过一个中间人，那个中间人是于文长。于文长已经被审了，现在他的供词里又多了一条雇人纵火，加上之前的假账、通消息，这条线越来越清楚了。但于文察背后那个人杜成业还没有直接证据，时机还没到，等他自己出手。嫂子，这次要不是你感觉到有人靠近，那火油扔进来，仓库就完了。这次守住了，下次还得守。嫂子，岳队长说于文昌还供出来一件事，杜成业最近在找一条旧的排水通道，说是想把走私团伙引进来。什么通道？就是农垦场总仓那边建厂的时候挖的旧排水沟，多年不用了，但够人通过。这事现在就去告诉岳崇山，让他们提前查清楚通道出口在哪里，堵住。想什么？想这件事会有多大，想这个村子能不能守住。你已经做了能做的所有事，守不守得住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，是大家的事。我知道，但我怕有人受伤。那就让受伤的人越少越好，我们一起守。这是你在物资站做的账，低价收粮，高价卖给食堂和施工队，差价进了哪里？你来说。我就是普通的会计，怎么记得都是上面安排的。于文长，账目是你做的，笔记是你的，这没什么好争的。我问你一件事，这些年粮食价差走的是哪条线，进了谁的口袋？你不说，查出来也是一样，只不过那时候你没有配合的情节。这邱万成的钱，还有一个人在里面分的。哪个人？杜成业。陈川，这个名字你熟吗？杜成业，后勤科副主任。我在联防队做事，这个人我打过交道，做事低调，但管着仓储、采购、车辆调度权限确实大。现在还没有直接能动他的证据。于文华的口供是孤证，不够，那就继续等。这个杜成业，我以前见过一次，看着是个老实人，没想到越是看着老实的，越要小心。真正的大鱼不会浮在水面上。你说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？他们的路被堵了一半，邱万成的粮食操控被打破，于文华被抓，假账摆出来了。他们要么认输，要么更大动作。更大动作是什么？直接来抢总仓。那咱们要怎么办？把仓库守好，把账目守好，让他们抢不走干净的东西。领导不安全，各家的粮食分散放，一旦有人进村抢，守不住。我的提议是，愿意的人家把余粮集中存到这个仓库，按照各家的数量挂木牌登记，村委会、联防队和我们这边三方保管钥匙，谁都不能单独开仓。放到你这里，我们怎么知道你不私吞？这上面每一笔进出都写清楚，你们可以随时来查。我先把霍家的钥匙交出来，三方共同保管。他竟然连自家的钥匙都交出来了，看来是真的为了大家伙着想。我信你，我把余粮放这儿。小满，你记得这账，我以后来查，不对数要算你的。查啊，随时查，差一粒都算我的，我负责。小满做得好，上周进库的账我整理好了，每家的量、时间、木牌编号都对上了。行，你这账记得可以。我以前做出纳，这是能做的事，比抢别人的生意有用。继续负责这边的出入账，有不确定的来问我。怀里，你有没有觉得叶清河那边做的事是正经路？怎么了？我今天在那边帮忙，看着大家把粮食放进仓库，叶清河把钥匙交出去，不怕人来查，我就想，我们以前那种总想走捷径的，是不是走错了？我在物资站和邱万成那边来往，就是普通生意来往。怀里，我不是没眼力的人，你告诉我，邱万成到底让你干什么？
他只是让我留意一下第三库的货物调度时间，说是为了安排运输，我以为是普通的货运安排。你把时间告诉他了？告诉了，就一次，我以为……你知道于文昌抓的事吗？于文昌被抓了，那辆运粮车被抢了，押车的人受了伤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透露了一次时间，我没想到会闹成这样。怀里，你现在有2条路，一条是等着被查到，什么都完了；另一条，你主动去找联丰队，把你知道的说清楚，争取一个机会。说出去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前途……你的工作和前途比那些因为你透露的时间而受伤的人重要吗？叶清河，我有件事要跟你说，关于周怀里，他之前透露过第三库的调货时间给邱万成，就一次。他说以为只是普通货运，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但我让他去联防队，自己说清楚。他愿意去。他说他去。你做对了。我只是不想再走那条路了。你说的那次透露时间是去年初冬，对吗？对，就那一次，我真的以为只是普通货运协调。邱老板说这样方便他安排车。那次运粮车被抢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听说了，我不知道是因为我……你不知道，但你应该想到可能性，这是你的错。你现在主动来说，我记你配合的情节，但你要做一件事。于文华最近还在联系你，让你继续给他透消息，对吗？上周他让人送了张纸条来，说只要我继续给他消息，他可以帮我调一个正式的岗位，还有一笔钱。我没有答应，但我也没有说不。这是一个机会，你愿意帮我们把他引出来吗？岳崇山让周怀里假装答应，约于文林见面，然后在现场人赃并获。对，时间定在3天后，废弃砖窑，于文成指定的地点。周怀里靠不靠得住？柳明珠说他去，说明他这次是认真的，但毕竟是第一次，我会在场外守着。那我在村这边守好仓库，于文华那边一旦被抓，他们可能会同时在村里有动作。注意安全。你也是。这是第一笔，先给你，后面的事儿只要你继续配合，钱少不了你的。下次物资站要运一批柴油出去，你帮我。于文昌，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。我没做什么，这是诬陷。跑什么？于文昌这次身上带的不只是那次截获的安排，还有一批走私物资的运输记录，柴油、粮食、木材，走的是林道偏县，时间跨度有2年多。有没有提到杜成业？这里收开人签的名是杜成业的字。那就够了。于文成身上的账单，时间跨度2年，每次走私运输都有对应的日期和物资数量，和我们这边记录的几次物资短少对得上。但签名只有于文称和邱万成，杜成业那个字，你确认是他的？我拿了杜成业的签字存档比对过，笔迹吻合，但这种情况，他可以说是被人伪造的，还不够稳。还需要杜成业自己做出一个动作，留下实证。他会不会因为于文昌被抓，直接逃？不会，他在这里经营了多年，钱和关系都在这里，逃了什么都没了。他会再赌一次，想办法把证据毁掉。你是说他会来毁账本？他最可能动的是物资站总仓里的账本，那里存着多年的原始凭证。仓库东侧甲和乙负责2桶备用水，西侧丙和丁负责沙袋，南门口我负责，北侧那道防火沟保持清理，别堵。桂兰，你这是真打算守这个仓库？我们辛苦种下来的粮食，谁来都不能烧。大娘，守好这边，我去一趟联防队。下次轮换是哪天？后天夜里0点到凌晨2点，这段时间只有1个人值守。提前把账本另做一套副本，把真的原本分散放，别让它一次烧完。我来安排这个，但我需要人手在那一夜守着。联防队人手紧，你们村这边我来，加上陈川，再叫2个能干活的村民，够了。日子多想拉关的小微服。嫂子，我也要去。你留在村里守仓库这边，这边也需要人。又让我守后方。后方不比前方重要性差，你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你守着账本，
比守仓库本身更重要。你这边感知敏锐，后院那边鼠多，有什么动静先通知我。好。后院有人。杜主任，您在这里找什么？你们想跑？老实点儿，都别动。这是您的字，可以说是伪造的。这是保管账本的日志，记录着您查看那箱账本的时间和次数。您昨晚不是第一次过来翻这箱账本，上个月您来过一次，门口值班员留有记录。他们竟然连门口的值班记录都查到了，全完了。杜主任，这件事已经超过联防队能处理的范围了，县公安那边已经通知了，今天下午他们来。嫂子，杜成业被抓了，邱万成那边也被带去配合调查了。不要高兴太早，公安那边的调查才刚开始，这只是抓住了人，定罪还要时间。喝，一夜没睡，喝点热的。谢谢大娘。这丫头为了咱们家在外头拼命，以前真是我错怪她了。只要有她在，这个家就散不了，总算是能过上安稳日子了。这是从我们边收集的，时间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，每笔都有记录。叶清河，你这边保存得很完整，这些会直接用在调查里。三方账本对上，这次应该可以定了。他从一开始就在准备这些。叶清河，周怀里的事，公安那边怎么说？他主动配合了，有一个减轻情节，但他透露过时间，这件事不可能完全没有后果，他要有心理准备。他说让他接受处理，只要不牵连我。你自己没问题，你没有做过这些事，放心。你因为透露过调货时间，物资站那边要取消你的岗位，但因为你主动配合，公安那边给了一个不追加处分的处理结果。岗位没了，你自己选择的路，你要负责任。周怀里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不知道，从头开始吧。岗位没了，以后要从头来。从头来就从头来，不丢人。你不怪我，我以前也只看体面，只想走捷径，我有什么资格怪你？从今以后，我们踏踏实实的过，比什么都强。我从镇上回来，路上遇到2个从北边跑下来的，说北边那几个村子夜里来了一大群人，专门打听哪里有物资站，哪里有粮仓。他们走哪条路进来的？从临到北县，有熟悉地形的人带路。北县，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。知道了，你回家告诉家里人今晚关好门。大娘，这次情况比之前严重，人多有武器。夫人这边只负责守仓库内侧，不出仓库大门。有人进来，先传水灭火，其次是护账本，不和人正面冲突。好，照你说的做。嫂子，如果真的来了，我们能守住吗？不知道能守多久，但只要粮食在，账本在，就算守住了最重要的东西。岳队长说，这次外面的人规模比以前大，可能有10几个到21个。联防队人手紧，他申请了县城的支援，但不知道几天能到。那我们就先守住这几天。你不怕？怕，但不比在末世的时候更怕。叶清河，不管怎样，我在。我知道，我也在。嫂子，你在末世里也是这样守夜的吗？守过，也没守住过。那嫂子你一定吃了很多苦。睡一会儿，我来守，2个小时后换你。嫂子，你守的时间比我多，这次换我来，你先睡。这孩子已经不是刚牢时跟在哥哥身后的小孩了。好，1个半小时，到时间叫我。有人偷袭，得赶紧告诉大哥。
哪里跑？这里地形我熟，看你怎么追。哥，有人！正面有大哥顶着，后门绝不能失守。大娘，把水桶准备好。准备好啦！那边的草木震动不对劲，有危险！大娘，草垛！还好挖了这道沟，沙袋压上去，把火边的沙土推上来。后门那边传来了震动，有人想趁乱破门。后门有人！休想得逞！叶清河，账本我拿着，你去堵门。往里退，别站门口。力气快耗尽了，不能让他们进来。叶清河，后门这边我们来。周怀里，以前是我做错了，今天这道门我来守。都不要动，联防队！别追，前面村口那棵树后面还有人，他们设着伏。我感觉到的。岳队长，从侧面绕。你怎么知道村口有埋伏？村口那棵老槐树叶子不对劲，有人压着它。你的感觉比我那几个老兵还准。运气好。大家都在，终于结束了。大家都没事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回来了就好。嫂子，一本都没烂。柳明珠把这些抱得死紧，没有一本烧到。记住，账本和证据比粮食还重要。以后这个规矩不变。嫂子，我昨晚守在里面，我以为会很害怕，但忙着传水的时候，害怕就没了。因为有事做，就顾不上怕了。我懂了。昨晚被抓的人供出来了，是走私团伙的外围人员，受于文昌漏出去的消息指引来抢物资站信息，但于文昌已经被关着了。这个消息是他早就提前传出去的。也就是说，他们早就盯着这里了。昨晚只是第一次大规模行动。于文昌供出来一件更大的事儿，走私团伙的真正目标不是红山村，是农垦场总仓，那里有冬储粮和大批柴油，他们准备做更大的动作。总仓那边有没有加强防守？我今天就去申请，但县城那边支援还需要时间，最快后天。后天到之前，我和陈川来帮总仓这边守。大娘，农垦场总仓那边出了事，他们盯上了冬储粮和柴油。那不只是我们的事，是所有人的事。我要去守总仓。你要去守总仓，危险吗？有危险。那你去，村里这边我守着。我知道，大娘守着，我才放心去。叶清河，这次去了，不管遇到什么，你要先保证自己安全。你也是。第一间是冬储粮，第二间是柴油备用，第三间是农具和种子。这里有排水通道吗？有一条旧的，多年没用了，通往院墙外排水用的那个铁栅栏后面。
我得用感知力探查一下这条暗道里有没有异常。这条道最近有没有人进去过？不应该有，这锁我一直带着。锁换一把，新的，今天换。第一间粮食一半转移到第3间角落，用农具盖着，柴油分开存，一部分挪到后院铁柜里，账本和凭证全部搬到第1间靠里墙的暗柜里，不留在外面。今天就来安排。这样就算第2间烧了，也不会全损失。对，烧1间还有2间，而且分散存，他们摸进来也找不全。霍晨川，你过来看看，这锁被人动过。杜成业的人已经来过了。通道的出口在哪边？啊，就在东面那道旧仓库外墙背面，有个铁盖子压着。今晚起安排人守着出口。今晚睡一半，2个小时轮，别撑着不换。好。叶清河，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。说。那些植物，有时候它们动的方式不像是风，是你动的吗？你信吗？信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我信你。以后我告诉你，现在先守夜。外围一切平静。等等，旧排水通道出口有极微弱的震动，有人在外面摸那个铁盖。通道出口有人来了。我去。我和你一起。里面还有2个，等着。你们进来干什么？随便逛逛。这是什么？捡来的。你们知道杜成业现在在哪里吗？这几个人是走私团伙外围，今晚还会有更多人来，他们是来探路的。今晚全员守夜，增援再催一次。叶清河，今晚真的会来人吗？不一定，但要做好准备。有备无患比有患无备强。那火油那些还要注意吗？今晚仓库正面守住的同时，后院那条通道要双人守，不能让人再从那里进来。我们记住了。吃点儿，今晚不知道要守多久。你那伤没事吗？好了，没事。陈川，今晚真来了，你守正面，我守后院通道那边。你一个人守通道？通道那边我感知准，我守比你守有用。约好了，有危险你喊我。好。有多处人员在移动，数量比昨晚多得多。来了，人多！物资总仓。出去！把通道铁盖压上去，让人坐上去。灭火！水桶！左侧巷子还有人员停留的震动，是埋伏。左侧巷子还有几个人，是主力，他们等你追出去。从右侧绕过去，把侧巷那边堵住。来！地面的震波消失了，前面没有异常了。你怎么知道侧巷有埋伏？右侧那丛杂草被人踩过，不是今天的脚印，提前踩好位置，等着设伏。叶清河，你看草的本事比我厉害。岳队长，经验不同而已。
要不是你们提前把东西分散了，这次怕是要损失大半。损失在可控范围内就好。老陈师傅，总仓的防火沟建议沿着3间库房都绕一圈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县公安到了。叶清河，你这些证据时间线很完整，每个环节都有记录，我们的工作省了很多力气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不简单，所以每一步都留了记录。做得好。进来吃饭。你妈担心你了。她担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大娘，吃饭，别废话。嫂子，走私团伙被抓了，以后是不是就安全了？这批人抓了，线是断了，但安全不是抓了几个人就有了，是大家一起守出来的。我懂了，嫂子，我以后也想做有用的事，不只是帮你们搬东西记账。你已经在做有用的事了，而且做得很好。杜成业最后认了，承认利用职务低价收购粮食转卖，又帮助走私团伙通过林道运输柴油和木材。他还供出了走私团伙的上线，公安那边正在顺线追查。周怀里的事，公安那边最终怎么定的？减轻情节，只接受物资站的岗位处分，不追加刑事处罚。那行，叶清河，这次能够完整收网，你的证据起了很大作用，公安那边特别提到了。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。这是这个月的出入账，全部对上了，没有差错。好。叶清河，周怀里现在在仓库做搬运，我心里还是有点后怕。你觉得委屈？不是委屈，是后怕。他差一点就走了一条回不来的路。我以前总逼他要体面要前途，也有我的问题。你意识到这件事就已经比很多人强了。以后我不再拿别人比了，过自己的日子。清河，我以前对你不好。大娘，您那时候是在保护这个家，我能理解。不是，就是我不对。我一看见你就想着多个人多张嘴，没想到是多了一个撑起来的人。都过去了，大娘。我就说这一次，下次不说了。好，大娘，我听到了。走，回去睡了。你这几天没睡够。陈川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这件事没有解决，我们现在会怎样？你那个人，就算没有我，也会自己找出路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有没有我，你都能成，但我在，会更快。那我不亏，选了你。嫂子，这个月入库的总量比上个月多了30%，大家都放心了，愿意把粮放进来了。这里，李家那一户入库量比他家实际余粮少了一半，你知道吗？李家前2天说媳妇儿生病，可能手头紧，余粮留了一部分。记一下，过几天去问问李家有没有困难，不要等人家开口，主动去看看。嫂子，你这一条一条的，什么都想到了。人管粮，粮管人，这2件事是一起的。你去哪儿？去李家看看，他们家媳妇儿病了，顺便带点黄芪去。我也一起去，我给带点饭。叶清河，我以前那些事儿，你有没有记在心里？记着，但不是为了算账，是为了不重蹈。那就好。省城那边拿到货的时候，专门来问过我，说这批药材的根须完整度比他们见过的山货都好，问是谁种的。他们问了，您怎么说？我说是我这边的稳定供应商，不透名字，免得他们绕过我直接找你。您想的周到。明年我想和你谈一个3年的框架合作，价格按年定，你不用担心销路，我不用担心货源断。可以，但每年价格按市场行情上浮，我这边不接受低于市价2成的价格。行，就你这值，我喜欢，就这么定。我今天和方掌柜谈了，决定签订一个3年的药材框架合作。3年，这是长线了。药田的投入要3年以上才能看出规模，所以得锁定销路。叶清河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不用担心这些，就只是过日子，你能做到吗？我以前没想过，因为一直都在想怎么活下去。但现在，我觉得有一天能做到。那到了那天，
我带你去山里走走，不是挖药，就是走走。好，我等那天。